大家好，我是星辰故事解说，以真心讲述每一个故事。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有可能人类的科技树是歪的？人类探索太空止步于太阳系，而其他方面的科技水平是全宇宙顶尖。这个时候，有一个不开眼的外星种族，开着超空间飞船，拿着冷兵器来进攻地球。今天讲的故事是1985年的小说《异星奇图》。这个小说开创了一个科幻界的爽文流派，此流派人送外号“80亿疯狗冲出地球”。正片开始。超空间技术是一种用于星际之间穿梭的技术，它的原理是相当的简单，就算一个处于青铜时代的文明，都有可能制作出一座简陋的超空间引擎进行星际移民。在这个设定下，各种文明开始进入太空，他们拿着弓箭长矛去欺负那些还处于石器时代更加弱鸡的星球。然而在遥远的太阳系，一个被称为人类的物种却一直在攀奇怪的科技树。地球的科学家们在看见这些简单的原理之后，压根就没有往超空间的层面上去想，这就导致了他们一直被困在自己的星球上。但是人类的繁殖速度却挺快，资源日渐捉襟见肘，只能靠提升科技来获得更高的生产力。于是这颗被封印的蓝色星球上的文明一步步成为了银河系中的十里坡剑神。但他们本身并不知道，因为他们还没有超空间技术。而这个时候，宇宙中凭空出现了一艘破破烂烂的飞船，托格兰姆是这支队伍的队长。在其他文明还在使用长矛短刀战斗时，他的国家就已经发明出了火药，并且制作出了火枪和弹药。用火枪军队打冷兵器军队，那真是脸盆里摸鱼，十拿九稳了。在他们皇帝的命令下，科学家们对他们的武器又进行了升级。现在的克罗索兰人有着全银河系最牛逼的火枪，这也让他们的皇帝膨胀了。于是皇帝就立刻颁布了星际移民法令。这个时候，作为皇帝头号狗腿子的托格兰姆已经航行了16天。他在揣想这个新星系会是什么样子，他祈求这个新星系里一定要有一颗适合居住的行星。此时的布崔号发现了一颗带有绿色斑点的蓝色星球，而且这个星球的地貌特征极其适合他们的生存。然后他们发现整个星系里只有他们的超空间引擎的放射，他们相当激动，这意味着那是一次极其简单的征服行动。如果附近没有人能够制造超空间引擎，那要不是星系里根本就没有智慧生命，要么是居住在星球上的种族依然处在原始状态。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要着陆了，和演习时一样，他们的战舰选择了处于白天的美国南部登陆。地球联合国的科研飞船发现了这个外星文明的活动迹象，并且向这个未知的外星飞船发送了各种频段的信号，但并未收到任何回复。那帮科学家们绝对想不到，因为这帮外星人他根本就没有电。与此同时，地球联合国收到科研飞船发来的消息之后，他们决定对这个外星文明报以善意，但是他们同时也做着随时开战的两手准备。在托格兰姆带领他的部队登陆后，看到周围的人类连火绳枪都没有，当场就是总坐高箭，优势在我，二话不说就下令开火。人类当场就懵了，一群外星飞船下来的外星人拿了一堆火铳，这是放呲花呢？于是人类决定还击。就在托格兰姆打败一轮弹药，决定拼刺刀的时候，他感受了一波什么叫老美的火力优势学说。交战还不到20分钟，这个常胜将军就被俘了，人类也懵了，这外星文明都这么弱的吗？然后人类就开始着手研究那艘用木头和铁皮造的飞船。就这样，地球上80亿的恐怖直立猿即将出笼。入侵地球的外星文明被擒了，托格兰姆现在醒了，他现在才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太对劲，为啥他们那么先进的装备还能输呢？但他很快就琢磨过来了，原来那些原住民会他妈的魔法。就在他瑟瑟发抖的时候，审讯官来了。审讯官问他：哥们问你个事啊，为啥你们能星际旅行，但是技术却菜成这个逼样呢？哎，这就让我们的大将军不忿了。你可以侮辱我，但你不能侮辱我们的技术，我们一点都不简陋，我们制造火药，我们铸铁，我们能炼钢，我们可太牛逼了，我们不是蜷缩在洞穴里，或是用弓箭射击彼此的野蛮人，你凭啥说我们简陋？这他妈不就一撒逼吗？通过这次外星的入侵，人类发现超空间技术原来这么的简单，简单到你只需要瞅他一眼，你就知道它有多简单了。研究人员说，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在人类历史中的几乎任何一个时刻，误打误撞地发现它的基本原理，而人类的科技术偏偏完美地避过了所有能发现它的可能性。而身为十里坡剑神的人类，把除了超空间引擎之外，其他的武器科技都点满了。感谢了一波老铁送的超空间引擎，地球上的80亿恐怖直立猿开始对全宇宙文明的征服。亿万年后的宇宙史开篇写道，自那天起，被诸神束缚在蓝色地狱之中，一种自称叫人类的魔鬼被愚蠢的克罗索兰人释放了出来，战火烧遍了整个宇宙。这个科幻小说是相当的早了，大家不用去探究它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因为这个故事它压根就没有合理之处，是一个科幻界的爽文流派。所以大家放轻松，毕竟脑子有坑，那也算脑洞。